位曲折迷离 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在互联网时代，有很多人都喜欢营造一个良好的人设，以此来吸引粉丝的关注，但人设崩塌的事情却常有发生。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可以说是人设崩塌的最高境界，因为故事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四肢，但却能顺利结婚并生养3个孩子，还以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成为了日本著名的励志残疾作家。可让人意外的是，他却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多达几十个女子。不仅如此，媒体更是爆出了他出轨之外更难堪的一面，以至于他的孩子们都拒绝和他见面。很多粉丝因为他的人设崩塌而脱粉，但他却又因为出人意料的出轨而吸引了一批新的粉丝。有人说他没腿也能劈腿，没手也能把妹，这让人重新思考，男人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才能，才能让女人爱上？这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这个比我弱的男人都能征服那么多的女子，我为什么不行？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故事要从1976年的4月6日说起。这天，在东京都新宿区的一家医院里，一个男孩降生了。这本该是一个充满喜悦的时刻，但当时手术室里的人都高兴不起来。原来，这个刚出生的婴儿竟然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断症，也就是说，他天生就没有发育出双手和双脚。这种疾病也叫做海豹综合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很多患者的身体都会伴有严重的缺憾，也因此大多数患病的胎儿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亡，或者在出生后不久便惨遭夭折。孩子的妈妈在见到他后，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沮丧，反而对这个可怜的婴儿倍加呵护，并给他取名为义武阳光。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小阳光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他的妈妈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来对待，而是教会了他如何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成名后的义武阳光曾多次在演讲中提到母亲对他的影响。母亲曾告诉他，虽然你的身体不健全，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做到健全人所能做的事。这番话让义武阳光备受鼓舞。在家人与老师的帮助下，义武阳光不但一直在学习上名列前茅，还经常参加什么爬山、朗诵之类的校外活动。他克服了许多身体上的不便，一路非常优秀地完成了学业，并成功考上了世界知名的早稻田大学。在大学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努力的步伐。虽然身体上有所缺憾，但在精神上，义武阳光一直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不断变得更加优秀，以此来回报父母对自己的爱。因此，他选择了在大学期间参加各种各样的演讲和慈善活动，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鼓舞了许多和他一样因为身体有所缺憾而感到消极的年轻人。义武阳光也因此收获了不少的支持者。1998年，只有22岁的义武阳光就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五体不满足》。这部自传因讲述了作者从小到大如何克服困境并健康成长的励志故事而大获成功，在7个月内就达到了380万本的销售。之后，义武阳光又陆续出版了一些书籍，并接受了 TBS 电视台的工作，前途一片大好。2001年，可谓是年轻有为的义武阳光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的妻子义武仁美曾是他的大学学妹，两人在大学期间陷入热恋，在婚后也十分的恩爱。妻子仁美一直是尽心尽力地照顾着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并在后来和义武阳光养育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一家5口就这么幸福地生活着。在当时，不可能会有人相信如此爱家的义武阳光竟然能做出背叛妻子的事情来，但现实往往就是这么残酷。时间回到2007年的4月，义武阳光成功地考取了日本的小学教育证书，成为了东京都山病第4小学的一名教师。他负责教授社会科学以及道德课程。当时的义武阳光已经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积极乐观的良好形象，也因此受到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成为了学生们优秀的榜样。
凭借着教育方面的出色表现，2013年的3月，乙武洋匡还成功的就任为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这样看来，乙武洋匡的人生简直就是大型励志现场。他虽然没有健全的身体，但却凭借着超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可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乙武洋匡真的像他所塑造的那样完美吗？有句话说得好，你看到的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2016年3月24日，日本周刊新潮的一则报道打破了乙武洋匡平静的生活。当时39岁的乙武洋匡原本很有希望被自民党提名参加参议院的选举，但没想到却爆出了出轨的惊天丑闻。报道指出，顾家形象深入人心的乙武洋匡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过着十分不检点的生活。比如，他曾经以到法国考察恐怖攻击行动的情况为借口，背地里却和一个20多岁的美女在巴黎享受男欢女爱的旅行。他还要求一位日本的男性友人与他们同行，替他们掩护。随后，乙武洋匡在接受周刊新潮的专访时承认，自己与这名美女已经交往了3-4年了，是在妻子生下第一个儿子后开始交往的。他还说了这样一番话为自己辩解，他说：常常听说妻子成为母亲后，夫妻就会渐渐失去原来的感觉，身为丈夫是该忍耐，但可能是我太脆弱了，才向外求助疗愈。但乙武的说法遭到了周刊新潮的质疑，因为乙武的长子是8年前生的。由此，乙武不得不继续承认说，自己曾与1到2位女人有过一夜情，此外还曾与2位一同出游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也就是说，他亲口承认了与5名妻子之外的女人发生过不正当关系。乙武洋匡的人设在一夜之间崩塌的粉碎。在丑闻曝光的第2天凌晨，乙武便迅速在网络上发文致歉，同时也发表了妻子人美的声明。他写道：我的行为背叛了一直支持我的妻子和仰慕我的人，是无法被容许的。或许一辈子都难赎过，但妻子原谅我，跟我说要重新来过。很快，妻子任美也发表声明说，招致这样的事态，觉得身为妻子的我也有责任。2人沟通后，为了3个小孩着想，夫妻决定再度携手走下去。但此事在媒体上发酵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乙武洋匡便宣布与妻子协议离婚。而据日本活力门网站报道，他虽然承认了与5位女子发生过不正当关系，但保守估算，其实真实的数字可能是5个人的10倍，也就是50人之多。此外，还有一些知情人纷纷爆料说，乙武洋匡无论在婚前还是在婚后都很花心，甚至还勾引过照顾他的女护工。虽然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数字，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那就是乙武洋匡的正面形象已经彻底崩塌。然而，在2019年，就在大家都快忘记这件事的时候，乙武洋匡又再度被爆出了负面丑闻，而这一次爆料还挖出了更加不堪的内幕。原来，就在乙武洋匡离婚之后，3个孩子的监护权均判给了前妻。而据 ET Today 的报道，乙武洋匡曾向法院申请和孩子见面，但都均遭到了孩子的拒绝。报道还指出，他曾威胁过前妻说，如果你不照顾我，我就告你虐待生长者。这新的爆料不仅仅暴露了他对前妻长期的精神虐待，甚至连3个孩子也不愿意跟他见面。试想，他是什么样的父亲，才会让孩子们都拒绝和他见面呢？令大众哗然的不仅仅是他对结发妻子的背叛，还有他那众多的外遇对象。很多人就问了，这连上厕所都无法独立完成的乙武洋匡是如何跟那么多人搞不伦的呢？大家又有着怎样的心理动机呢？其实，身体残疾的人在生理上的需求与一般人无异，而且婚外情在现代社会也并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不过，跟众多对象发生婚外情就是一种病态行为了。据报道，乙武洋匡常以自己那方面的能力很强而自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通常喜欢炫耀自己某种才能的人，心里往往有某处让他自卑的阴影。这自卑与自大经常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不难理解，
乙武洋匡没有四肢却能勇往直前的励志形象，其实在他的心里是一个永远都改变不了的痛处。真实的他或许并没有那么开朗，但为了维持形象，打造正能量人设，他又必须强迫自己戴上面具去生活，而他内心的缺憾却始终存在。那份空虚最后在生理上得到了弥补。当然，问题也不是只在他一个人身上。为什么一个个身体健全的女孩都心甘情愿地做他的情人呢？毋庸置疑，乙武洋匡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公众人物。此外，由于写作事业的顺风顺水，据说他的经济条件也不错。这对追求虚荣的女孩来说，常人眼中的缺陷，此刻在爱慕虚荣的眼里反而成了独特。物以稀为贵啊！而且很多人对他除了有敬佩之心，更是产生了同情心。当然，不仅仅是同情他先天的四肢不全，更是同情他有一个憋屈的婚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一位女性友人曾出面表示，说乙武洋匡是因为太太在生孩子后就不愿与他同房了，他才会到处留情。其实他正是用了这样的理由来骗取身边年轻女性的同情心。但你们真的相信吗？如果是真的，那他怎么会和前妻有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呢？很多曾经支持他的粉丝如今都纷纷离去，表示不再相信他。但他新的渣男形象却又吸引了另外一批新的粉丝。正因为他身体的残疾，才让他的出轨成为了一些男人的意料之外的励志故事。还有不少男性表示非常羡慕他，还说要向他学习。不同的人对乙武洋匡的评价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不知道现在的他还是否是曾经那个你喜欢的乙武洋匡呢？